你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是发现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吗？还是爬上3楼就开始喘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瞬间发生在某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你洗完脸，站在镜子前，忽然看见太阳穴旁边或者手背上多了1-2个浅褐色的小点。起初你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以为是沾上了什么脏东西，拿毛巾擦了几下，又用手指搓了搓，发现擦不掉，也就没再管它。你心里想着，大概是最近太阳晒多了，过一阵子皮肤自己代谢掉，自然就淡了。可是1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1年又1年过去了，这些原本不起眼的褐色斑点不仅没有消失，颜色反而越来越深，从浅黄褐色变成了深褐色，有些摸起来还会变得粗糙，微微凸起，像是一小滴凝固的蜡粘在了皮肤上。更让人无奈的是，它们从来不会满足于只待在一个地方。起初只是手背上零零星星的几颗，后来脸颊、眼角、额头、脖颈、前臂，甚至胸口和后背都开始陆续出现。每次抬起手看见斑驳的皮肤，每次站在镜子前看见脸上深浅不一的色块，心里总会往下沉一下，然后涌上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感。你开始安慰自己，人上了年纪都是这样，头发会白，皱纹会多，皮肤自然也会长斑。老年斑嘛，就是岁月盖在身上的印章，既然逃不掉，又何必花心思去管它？久而久之，大家就默认了一件事，只要年龄在增加，老年斑就一定会出现。而且一旦长出来，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多，没有任何办法预防，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善。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每一块褐色的斑点都只是正常衰老留下的痕迹吗？所有被我们叫做老年斑的东西都可以放心的置之不理吗？那些号称能够祛斑的美白护肤品、生姜、白醋还有祖传的偏方，真的能把斑点慢慢擦掉吗？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讲清楚。请你先记住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平时笼统的称为老年斑的东西，在医学上其实不一定属于同一种问题，有一些是长年累月被紫外线照射之后形成的日光性黑子，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晒斑、年龄斑；有一些是表皮细胞增生之后形成的脂溢性角化病，摸起来可能是粗糙的，或者是微微凸起的；还有极少数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褐色斑块，实际上可能是日光性角化病，是色素质发生了变化，甚至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皮肤肿瘤。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教你用某一种神奇的食材在几天之内把所有的斑点全部消除，而是希望你真正弄明白老年斑到底是怎么来的，日常生活里哪些事情真的能够减少新斑出现，已经长出来的斑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以及当出现哪些异常变化的时候，绝对不能再用一句人老了来拖延。老年斑带给一个人的困扰从来不只是皮肤表面多了几个小点那么简单。很多中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嘴上总是说着不在乎，可一到拍照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出门见人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把手藏起来，或者用头发遮住太阳穴和脸颊。家庭合照拍完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照片打开，用手背和脸上的斑块抹掉。录短视频的时候，总要反复的调整光线和滤镜，生怕镜头把皮肤上的色差放大。这种对外貌变化的失落感是非常真实的，不应该被简单的批评为爱美或者虚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精神整洁有活力。年龄增加不代表我们就必须放弃对皮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可是关注老年斑不意味着我们要陷入容貌焦虑，更不意味着必须花大钱去买昂贵的护肤品。真正重要的是用科学的平和的态度去应时皮肤的变化，能预防的认真预防，需要处理的合理处理，值得警惕的及时就医。在正式开始之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中父母长辈的皮肤健康，希望了解更多的实用、通俗又不夸大的中老年健康知识，可以点击订阅。后续我们还会继续分享防晒、皮肤瘙痒、睡眠、饮食和日常保养这些和中老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普内容。如果你现在也在被脸上
或者手背上的褐色斑点困扰，可以说一说你的斑点主要长在哪里，是平的还是凸起的，出现了多久，有没有瘙痒、出血或者突然变大的情况。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交流只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绝对不能代替皮肤科医生面对面的诊断。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核心内容。很多养生的文章在解释老年斑的时候，喜欢把人体比作一座运转了几十年的工厂，说年轻的时候肝脏和肾脏排毒的能力很强，体内的垃圾能及时被送走，年纪大了之后肝肾功能下降了，毒素排不出去，只能堆在皮肤表面，最后就变成了老年斑。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形象，也很容易让人接受，但它并不符合目前医学上对常见老年斑的认识。普通的日光性黑子和脂溢性角化病并不是肝脏把毒素排到皮肤上形成的，也不能根据一个人斑点的多少去判断他的肝脏或者肾脏好不好。人体确实会随着年龄增加发生代谢变化，皮肤的修复能力、胶原蛋白的生成能力、屏障功能都可能逐渐下降，但这不等于身体里的垃圾被迫堆在了脸上。与其把皮肤想象成一个堆放毒素的垃圾场，不如把它想象成一本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生活相册。年轻时候晒过的太阳，没有认真做过的防护，长期反复受到的摩擦刺激，还有皮肤细胞在几十年间积累的变化，都会一页一页的记录在这本相册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皮肤的修复能力比较强，很多损伤不会马上表现出来。到了中年以后，过去积累的紫外线损伤、色素变化，还有表皮细胞的增生，才开始慢慢的显现。所以老年斑看起来好像是突然出现的，实际上往往是长年累月积累的结果。大家平时所说的老年斑，最常见的第一类就是日光性黑子，这种斑通常是平的，摸起来和周围的皮肤差别不大，颜色从浅褐色到深褐色都有，边界一般比较清楚。它最喜欢出现在阳光长期照射的位置，比如面部、太阳穴、手背、前臂、肩膀和胸口。为什么同样是皮肤，衣服遮住的地方相对干净，脸上和手背却斑点更多呢？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部位几十年来反反复复地暴露在阳光当中。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是某一天晒伤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每一天出门买菜、散步、骑车、做农活、晒衣服，甚至坐在窗边的过程里悄悄累积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感觉，等到了年纪，皮肤里控制色素生成的细胞在某些区域变得越来越活跃，就会形成一块一块颜色明显的色素斑。第二类常常被叫做老年斑的是脂溢性角化病，它和日光性黑子不太一样，往往不只是颜色变深，表面还可能出现增厚、粗糙或者轻微凸起，看起来像是贴在皮肤上的一小块蜡、一块痂皮或者一个干燥的泥点。脂溢性角化病可以出现在面部、头皮、颈部、胸口、腹部和背部，有的人只有几颗，有的人随着年龄增加会慢慢长出几十颗。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表皮增生，通常不会传染，也不是因为皮肤不干净，更不是因为体内的毒素太多。遗传和年龄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有些家庭里父母身上比较多，子女到了相似的年龄也容易出现。这里还要澄清另一个特别容易被混淆的说法，有些文章会把脂褐素直接等同于老年斑，说皮肤里堆满了脂褐素之后，就一定会形成脂溢性角化病。脂褐素确实是一种和细胞老化、氧化过程相关的色素物质，但是常见的脂溢性角化病本质上更接近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良性增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身体把脂褐素垃圾堆在了皮肤里。也正因如此，喝所谓的排毒茶，大量的出汗，服用清肝排毒的保健品，并不能把脂溢性角化从皮肤里冲走。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理解了真正的形成原因，我们才不会被各种各样的排毒产品和神奇偏方牵着鼻子走。既然常见的老年斑不是肝肾把毒素排到皮肤上形成的，那是不是就代表生活习惯完全不重要呢？当然不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
戒烟限酒，控制血糖和血压，这些对整体健康和皮肤状态都是有好处的。长期睡眠不足、营养不均衡、吸烟、过度饮酒，还有慢性疾病控制的不好，都可能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干燥、暗沉、缺乏光泽，伤口的修复速度也会变慢。但是我们必须把概念说清楚，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维持皮肤和全身的健康，但不等于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脂溢性角化或者日光性黑子从体内排出去。真正想要预防新的色斑和光老化继续加重，最重要、最有效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防晒。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见防晒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那是年轻女孩子为了美白才干的事情，自己都已经50、60岁了，皮肤黑一点、斑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防晒不仅仅是为了美白，更重要的是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细胞的持续损伤，延缓光老化，降低日光性黑子、粗糙、皱纹，还有某些皮肤癌的风险。紫外线并不是只有夏天中午才存在，春夏秋冬、晴天阴天，户外都可能有紫外线。阴天虽然看不到强烈的阳光，但一部分紫外线仍然可以穿过云层。冬天天气寒冷，大家感觉不到皮肤发热，也不代表不存在光损伤，尤其是长时间在户外散步、做农活、钓鱼、骑车或者工作的人，更应该重视日常的防护。防晒也不等于一定要去买很贵的产品，最简单最稳妥的方式是先做好物理遮挡，外出的时候戴一顶帽檐足够宽的遮阳帽，穿轻薄透气的长袖衣物。手背容易长斑的人可以戴上防晒的袖套或者手套，阳光强烈的时候撑一把能够遮挡紫外线的伞，脸部、耳朵、脖子和手背这些很难完全遮住的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去选择广谱防晒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大量出汗或者擦拭皮肤之后，还需要按照产品的说明适当补涂。有人会问，我现在斑点已经很多了，再防晒还有什么意义呢？答案是非常有意义。防晒不一定能让已经形成了很多年的凸起斑块消失，但是可以减少新的日光性黑子继续形成，也能避免已有的色素因为反反复复的日晒而进一步加深。皮肤保养不是只有彻底消除才算有效，能够延缓加重、减少新生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成果。除了防晒，第二件真正值得长期坚持的事情是温和清洁和充分保湿。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皮肤粗糙长斑是因为表面没有清洗干净，洗脸的时候喜欢用毛巾反复的搓，洗澡的时候用粗糙的搓澡巾使劲的摩擦，甚至想把凸起的斑块直接搓掉。这样做不但不能安全的去除脂溢性角化，反而可能造成表皮的破损、发炎、出血和感染。皮肤受到刺激之后，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炎症后的色素沉着，本来颜色不深的区域反而变得更黑。日常清洁用温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过热的水，也不需要用碱性很强的肥皂反复清洗。洗完脸、洗完手或者洗完澡之后，可以在皮肤还稍微有一点湿润的时候涂抹成分简单的保湿乳或者面霜，减少干燥、紧绷和瘙痒，尤其是脂溢性角化，表面比较粗糙的人，如果皮肤太干，衣服摩擦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痒，甚至出血。做好保湿，虽然不能消除斑块，却能够提高皮肤的舒适度，减少不必要的刺激。第三件事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很多人听说维生素 C 能抗氧化，就每天大量的吃橙子、奇异果，或者长期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 C 补充剂，希望能够把老年斑吃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确实能够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的营养成分，对整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任何一种水果都不能直接把脂溢性角化溶解掉，也不能保证日光性黑子完全消失。更加合理的方式是每天吃种类丰富的新鲜蔬菜，适量的吃一些水果，搭配全谷物、豆类、鱼蛋奶和适量的坚果，芭乐、奇异果、柑橘、草莓、鲜枣、番茄、彩椒和西兰花都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不需要为了祛斑而过量吃，更不需要在没有医生建议的情况下长期服用大剂量的补充剂。第四件事是
保持规律的运动，运动不能像水管冲污泥一样把色斑从血管里冲出去，但它对心血管、血糖、睡眠、情绪和整体的代谢都有明确的好处。每天根据自己的体力去快走、散步、打太极拳、练八段锦、骑自行车，或者做一些其他适度的活动，有助于维持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也能让人看起来更有精神。需要提醒的是，中老年人运动不必盲目的追求大量出汗，更不能把汗液看成排毒的主要方式。运动的强度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有心脏病、严重关节问题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最好根据医生的建议来安排活动。第5件事是管理睡眠和情绪。长期的焦虑、睡眠不足确实会让人精神疲惫、面色暗沉，也可能加重某些炎症性的皮肤问题，但不能把所有的色斑都简单的归结为肝气不舒或者内分泌失调。保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培养散步、养花、阅读、书法或者与朋友交流这些兴趣，对心理和全身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好的情绪不能直接让脂溢性角化脱落，却能够减少我们因为焦虑而不停的去尝试各种危险偏方的冲动，也能让人更加从容的去面对正常的衰老。讲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生姜淡斑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呢？有人说生姜里面含有姜辣素，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只要把生姜切开，每天在老年斑上擦几分钟，就能分解脂褐素，疏通局部的循环，慢慢的把斑块擦掉。还有人教大家把生姜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或者用火烧热切面，再趁热去摩擦皮肤，声称温度越高，刺痛感越明显，效果就越好。也有一些偏方把生姜汁和鸡蛋清、蜂蜜、白醋混在一起敷脸，号称可以在1-2个月之内消除多年的老年斑。这些说法听起来非常具体，好像连步骤和原理都很完整，但是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目前并没有可靠的临床证据证明，直接把生姜或者生姜蛋清涂抹在皮肤上，就能够安全稳定地消除日光性黑子或者是脂溢性角化病。生姜当中的某些成分确实在实验室的研究里显示出了抗氧化、抗炎这些活性，可是实验室里对提取成分进行研究，并不等于你把一块生姜切开擦在脸上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皮肤是一道非常复杂的屏障，食物当中的活性成分能不能以有效的浓度进入皮肤，能不能够到达需要作用的位置，长期使用到底安不安全，这些都是需要经过规范的人体研究才能确定的。更现实的问题是，生姜本身是具有刺激性的，有的人皮肤比较厚，擦完只是觉得轻微发热，有的人皮肤敏感，短时间的接触就可能出现刺痛、红肿、瘙痒、起疹子，甚至是接触性皮炎。把生姜加热之后再擦，风险就会进一步增加。温度过高有可能造成烫伤，反复的摩擦也可能破坏皮肤的屏障。一旦出现了炎症或者是烫伤，愈合之后就很有可能留下比原来更加明显的色素沉着。本来只是一小块浅褐色的斑点，最后却因为反复的刺激变成了又红又黑的一大片。尤其是眼周、面部、颈部这些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更加不适合使用刺激性的食材去反复擦拭。鸡蛋清也不具备可靠的淡斑作用，而且生鸡蛋还可能受到细菌的污染，涂抹在破损的皮肤上并不安全。白醋、蒜汁、牙膏、酒精，还有那些来历不明的祛斑药水，同样可能造成化学的刺激或者灼伤。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皮肤感觉刺痛、发热、脱皮，并不代表色斑正在被分解，很多时候它只代表你的皮肤正在受到损伤。越疼不等于越有效，结痂脱皮也不等于斑点被安全的去除。那么已经长出来的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第一步永远不是急着去祛斑，而是先确认它到底是什么。如果斑点是平的，主要分布在长期日晒的位置，颜色比较均匀，变化非常缓慢，那它可能属于日光性黑子。如果斑块摸起来是凸起的、粗糙的，像是贴在皮肤表面的蜡滴，而且多年来是缓慢增加的，那它可能属于脂溢性角化病。但是这些只是初步的特征，
普通人绝对不应该只靠网络图片就给自己下诊断。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可以通过肉眼的观察、皮肤镜的检查，必要时还可以进一步取样，去判断皮损是不是安全的。如果确认是普通的脂溢性角化，而且不疼不痒、不出血、不影响生活，通常是可以选择不治疗的。它是一种常见的良性增生，并不会因为留在身上就一定会恶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皮肤上出现了凸起的斑块，就必须马上全部去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治不治，主要看它是不是经常被摩擦，是不是瘙痒出血，是不是影响了外观，以及你自己是不是希望处理它。如果斑块长在衣领、胸罩、肩带、腰带或者是剃须的时候容易被摩擦到的位置，反反复复的发炎出血，那就可以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咨询。医生可能会根据皮损的厚度、数量、位置和你的肤色去选择冷冻、电灼、刮除、激光或者是其他适合的方法。这些操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它是需要掌握深度和范围的，处理不当同样可能留下瘢痕或者是色素的变化。所以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用刀片去刮，用针去挑，用线去勒，更不能去购买那些不明成分的腐蚀性药水自己烧灼。如果是平坦的日光性黑子，那坚持防晒就是所有处理方式的基础。成分规范、浓度合适的外用护肤品可能对肤色不均和浅表的色素沉着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某些含有维生素 C、衍生物、烟酰胺、壬二酸或者其他淡化色素成分的产品，但是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浓度越高越好，也不是同时叠加越多的产品效果就越快。中老年人的皮肤往往更加干燥，屏障也更弱。如果一次性用好几种酸类或者是刺激性的精华，非常容易出现泛红、脱皮和瘙痒。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先从温和保湿和防晒做起，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产品，少量低频地开始使用，去观察皮肤的反应。斑点比较多、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希望能够更明显改善的人，可以去咨询皮肤科医生，了解一下是不是适合处方的外用药、激光、强脉冲光、化学焕肤或者是其他的治疗。但是任何医美项目都不是做一次就永远不再长斑了，术后的防晒和护理是同样重要的，否则新的色素还有可能继续形成。有些人会担心，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一定会让做很贵的治疗。其实一位负责任的医生首先要做的是确认诊断，如果它属于不需要处理的良性皮损，医生也可能只是建议观察和防晒。大家完全可以先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治疗，而不是在不知道性质的情况下先用偏方把表面给烧坏了。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尤其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耐心听完。普通的日光性黑子和脂溢性角化病通常变化是比较缓慢的，可能几年才逐渐增大或者增多。如果某一块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然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那就不能再把它简单的当成老年斑来处理了。第一种情况，原本很小的斑块在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内迅速的变大。第二种情况，斑点的两边看起来明显不对称，一边是平整的，另一边是突出的，形状越来越不规则。第三种情况，边缘从原来的清楚变得模糊锯齿状，或者是向周围扩散。第四种情况，颜色不再均匀了，出现了深黑、浅褐、红色、灰蓝色等多种颜色混在一起。第五种情况，表面反复的破溃、结痂、渗液或者是出血，几个星期都不能正常愈合。第六种情况，出现了持续的瘙痒、疼痛、灼热感，或者是轻轻一碰就出血。第七种情况，身上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冒出来大量新的凸起皮损，尤其是还伴随着其他的身体不舒服。一旦遇到这些情况，绝对不要再用生姜、白醋或者任何祛斑的药水去继续刺激，也不要因为害怕检查就一直拖延。正确的做法是尽快到皮肤科去就诊。大家可以初步记住观察色素性皮损的 ABCDE 原则。 A 是不对称，想象从斑点的中间画一条线，两边的形状差别非常大。 B 是边界不规则，边缘参差模糊，或者像地图一样往外延伸。
C 是颜色不均匀，同一块皮损里面出现了多种颜色。D 是直径明显增大，不过即使它小于6毫米，只要它持续在变化，也不能够完全放心。E 是演变，也就是大小、形状、颜色、表面和感觉在不断的发生改变。ACDE 这几个字母并不是让大家自己去诊断皮肤癌，而是提醒我们哪些变化是值得尽快去就医的。除了定期观察已经存在的斑点，大家最好每个月都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查看一次全身的皮肤。面部和手背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头皮、耳后、背部、腰部、脚底还有脚趾之间常常会被忽略掉。可以请家人帮忙看一看自己看不到的位置，或者用手机定期拍照片，对比一下斑点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拍照的时候尽量保持相似的光线和距离，这样会比单纯的去依靠记忆要准确得多。家里面有皮肤癌病史的人，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很容易晒伤的人，身上色素质很多的人，或者曾经接受过免疫抑制治疗的人，更应该去重视皮肤的检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真正有用的日常防护方法重新的总结一遍。第一，防晒是预防日光性黑子和光老化继续增加的核心措施。帽子、长袖、遮阳伞和适合自己的防晒产品都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二，清洁一定要温和，不要用毛巾、搓澡巾或者磨砂膏反复的去摩擦斑块，更不能自己去撕扯、去刮除那些凸起的皮损。第三，洗脸、洗手和洗澡之后要及时的保湿，维持皮肤的屏障功能，减少干燥、瘙痒和摩擦带来的损伤。第四，饮食保持多样化，不迷信单一的水果、排毒茶和高价的保健品。第五，保持规律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这些做法虽然不能直接消除斑块，却能够改善整体的健康和精神状态。第六，不要盲目的尝试生姜白、醋、蒜汁、牙膏和那些不明确的药水。没有证据不代表一定无效，但是缺乏证据又存在刺激风险的方法，是不值得拿我们自己的脸和皮肤去做实验的。第七，对于突然变化的、反复出血的、颜色不均匀的，或者是形状异常的皮损，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医确认。其实面对老年斑，我们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一瓶护肤品，而是两种极端的心态。第一种极端是认为人老了长斑非常正常，所以不管它怎么变都不用去管。这种心态可能会让那些真正需要检查的异常皮损被忽视掉。第二种极端是把每一块斑都看成是衰老和疾病的象征，恨不得用最猛烈的方法立刻把它去除，结果反而因为偏方摩擦和腐蚀造成了皮肤的损伤。更加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普通的良性斑块不必过度恐慌，能够接受就和它和平相处，影响生活或者外观的就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处理，出现了可疑的变化就及时去检查，不自己猜测也不盲目拖延。衰老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误，脸上的细纹记录着我们笑过、哭过和经历过的岁月，头发逐渐变白是生命自然走过的痕迹。关注皮肤健康也不是因为我们嫌弃年龄，而是希望在年岁增加的过程里依然能够保持舒适、整洁、有精神的状态。我们可以接受皱纹和白发，同时也有权利认认真真的防晒，做好保湿，去处理那些影响生活的斑块。这两件事情它并不矛盾。真正的从容不是什么都不在意，而是知道哪些变化可以接受，哪些问题可以改善，哪些信号必须重视。每天花几分钟涂抹一下保湿霜，出门前戴好帽子，晚上洗脸的时候顺便观察一下皮肤。这些看起来非常微小的动作，都是在提醒我们，不管多忙多大年纪，都值得认认真真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把护肤变成一场和岁月拼命对抗的战争，也不要被3天消斑、7天脱落、不用去医院的广告制造出焦虑。皮肤的变化通常是需要时间的，安全的改善也是需要耐心的。那些号称一夜见效的方法，往往只是通过刺激、腐蚀或者遮盖来制造一个短暂的效果，代价可能是炎症、疤痕
和更加严重的色素沉着。越是面对那些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产品和偏方，我们就越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很多宣传会故意使用排毒、疏通、激活、溶斑这些听起来非常专业，实际上含义却很模糊的词语，让人误以为只要买下产品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大家在判断一种方法是否可靠的时候，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它有没有清楚地说明这种斑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承认不同的皮损是需要不同处理的？它有没有提醒你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它有没有建议你在异常情况下去及时就医？如果一种产品它声称所有的褐色斑点都能处理，不需要诊断，没有任何风险，几天就能彻底根除，那么无论它的广告做得多动听，你都应该提高警惕。最后，我们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把今天的内容记牢。第一，老年斑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医学名称，常见的日光性黑子和脂溢性角化病并不是同一种问题。第二，普通的老年斑不等于肝肾排毒失败，也不能依靠排毒茶大量出汗或者喝生姜水把它排出体外。第三，长期的紫外线照射是日光性黑子和皮肤光老化的重要因素，防晒越早开始越好，但是任何年龄开始都不算晚。第四，生姜、鸡蛋清、白醋和蒜汁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安全地去除老年斑，反复使用还可能刺激和灼伤皮肤。第五，已经形成的脂溢性角化，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处理，如果影响了外观，反复被摩擦或者出现了瘙痒出血，可以去皮肤科选择合适的方法。第六，斑点突然变大，颜色不均，边界不规则，反复出血或者持续疼痒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去就医。第七，皮肤保养真正有效的基础是防晒、温和清洁、充分保湿、均衡饮食、规律生活和定期的观察，而不是去追逐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神奇偏方。需要提醒的是，本期内容仅仅用于健康知识的科普，它不能替代医生面对面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如果您现在身上就有一块不确定性质的斑，尤其是它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不要去等到看完更多的视频，也不要继续自行涂抹刺激性的物质，尽快去安排一次皮肤科的检查，往往比反复猜测要让人安心得多。假如今天的内容帮助您重新印实了老年斑，也请把它转发给家中的父母和身边的朋友。一次简单的分享，或许就能够阻止一位长辈继续用生姜和白醋去灼伤自己的皮肤，也可能提醒一个人及时去发现正在变化的可疑皮损。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用一种更加平和、更加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年龄带来的变化。皮肤舒适健康，生活从容自在。岁月可以留下痕迹，但不必留下恐惧。我们不需要假装永远年轻，也不应该因为年龄的增加就放弃了照顾自己。认真的了解身体，温和的对待皮肤，该观察的时候观察，该治疗的时候治疗，这才是真正可靠、长久的养护方式。感谢您耐心的看到了最后。关注我们，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实用可靠、普通人真正用得上的中老年健康知识。我们下期再见。